过了60岁，你是不是也发现，爬个楼梯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从沙发上站起来还得靠双手撑着扶手借力？医学上给这种状况起了个名字，叫做肌少症。好消息是，只要在日常3餐里善用几种最普通的天然食材，再搭配一点点简单的日常活动，悄悄流失的肌肉完全有机会扎扎实实地重新长回来。第一种是纯熟黑豆粉，它是植物界公认的蛋白质之王。黑豆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富含一种叫亮氨酸的关键物质，亮氨酸在现代营养学里被称为肌肉合成的总开关。它一旦进入身体，就像按下了启动按钮，叫醒了肌肉纤维里的工作团队，让身体开始高效地拼装氨基酸，快速建造新肌肉。反过来，如果体内长期缺乏亮氨酸，就算每天吃大鱼大肉，身体合成肌肉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黑豆里还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异黄酮和维生素 E， 这些成分能悄悄帮身体延缓慢性发炎，减缓肌肉分解的速度。而且它的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丰富，热量负担很轻，对有血糖困扰或者腰膝酸软的长辈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友好的选择。去超市或者网上买的时候，最容易踩的坑是把黑豆浆粉当成纯黑豆粉来买，这两者看起来差不多，实际上是两码事。黑豆浆粉是用豆浆浓缩提炼出来的，为了追求顺滑的口感，里面往往加了大量白砂糖、麦芽糊精和植物油粉，而植物油粉正是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真正的纯熟黑豆粉是把整颗黑豆烘焙后直接研磨成粉，挑选时翻开配料表，必须只有黑豆2个字，一个多余的成分都不该有。真正优质的黑豆粉冲出来，颜色是自然的灰黑或淡紫黑色，只带有豆香，没有任何奶香或甜香气味。如果嫌市面上的粉不放心，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做。去菜市场买青仁黑豆，洗净沥干，切记不可以直接打生粉来喝。生黑豆里含有大量抗胰蛋白酶，喝了容易引起腹泻和消化不良。正确的做法是把黑豆放进完全不放油的炒锅里，开最小的火慢慢翻炒，等到听见啪嗒啪嗒的豆皮爆裂声，同时闻到浓郁的豆香，掰开一颗豆子，里面的豆肉呈现微微焦黄色，就说明熟透了。放凉后用料理机打成细粉，装进密封罐里保存就好。纯黑豆粉因为不加糖，喝起来会有一点豆腥味和淡淡的涩感，很多人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这里有个绝佳的天然调味方法，那就是搭配红枣粉。自己打粉的时候，顺手扔进去几颗去核的干红枣一起研磨。红枣本身带有天然的温和甜味，还能压住豆腥气，喝起来既顺口又暖胃，气血也顺便补了，比加白糖健康得多。不过有几类人需要特别注意，正处于痛风发作期，或者医生明确告知尿酸偏高，有严重尿酸结石的长辈，必须先暂停食用。因为黑豆含有较多嘌呤，平时肠胃比较虚弱，容易胀气打嗝的长辈，吃黑豆粉一定要从半勺开始慢慢尝试，切忌空腹喝太浓。已经确诊为严重肾功能不全或需要洗肾的长辈，必须先咨询主治医生，再决定是否食用。第二种是纯熟黄豆粉，它是银发女性的天然保护罩。相比直接喝豆浆，用纯熟黄豆粉的营养密度更高，蛋白质的摄取效率也更好。黄豆里含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和大豆磷脂，中老年女性在停经之后，卵巢功能逐渐退化，雌激素水平出现断崖式下跌，骨骼里的钙质会加速流失，同时肌肉量也会以惊人的速度往下掉。而大豆异黄酮在营养学上被称为植物雌激素，它能与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帮身体延缓这种由激素下降引发的肌肉流失。与此同时，黄豆粉里的大豆磷脂是细胞膜的核心组成成分，对保护血管弹性、维持大脑记忆力都很有帮助。买黄豆粉时要特别留意一点，黄豆的脂肪含量在豆类里偏高，如果发现袋子里的粉末已经结成了硬邦邦的大块，或者打开袋子闻到一股放久了的沉油气味，也就是俗称的油耗味，说明里面的大豆油已经氧化酸败了，这样的粉绝对不能买。真正优质的熟黄豆粉应该是松散细腻的，颜色呈淡淡的鹅黄色，用手指捻一下有微微的顺滑感，但不会粘手。挑选的第一原则是认准标明非基因改造黄豆的产品，第二是要选无添加糖的烘焙熟黄豆粉。光靠喝黄豆粉，
植物蛋白在人体里的利用率大概只有60%左右。想让效果翻倍，可以在吃早餐时冲一杯黄豆粉，同时吃1颗水煮蛋。原因很简单，蛋氨酸是黄豆蛋白的天然短板，而鸡蛋恰好富含蛋氨酸，这两者在胃里一碰头，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发生了氨基酸互补效应，整顿饭的蛋白质利用率能直接飙升到85%以上，帮身体抓取营养的速度快出整整1倍。如果喝了黄豆粉还是觉得肚子里有气，老想放屁，可以改用沸水冲泡，搅拌均匀后静置5分钟再喝。高温能进一步分解大豆里的低聚糖等胀气因子。也可以把每次的量分成2次来吃，每次只吃大约10克，给肠胃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大豆过敏者以及胃溃疡或12指肠溃疡处于急性发作期的长辈，暂时不要食用，因为黄豆粉会刺激胃酸分泌。慢性肾脏病3期以上的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精准控制大豆蛋白的摄入量。第3种是南瓜籽粉，它是坚果种子类里隐藏已久的肌肉辅助高手。很多人以为南瓜籽只对男性前列腺有好处，其实它对所有长辈都大有裨益。南瓜籽最突出的特点是含有浓度极高的锌和镁，锌在肌肉合成中承担着重要的调控角色，能协助身体合成促进肌肉生长的相关荷尔蒙。一旦体内缺锌，肌肉合成的整体效率就会明显下滑。而南瓜籽粉里的镁，则是天然的肌肉放松剂和神经调节成分，能够精准调节肌肉纤维的收缩与舒张。很多长辈经常觉得全身肌肉紧绷、酸痛、僵硬，或者晚上反复失眠、睡不稳，适量补充镁就能起到很好的安神和放松肌肉的作用，让肌肉在夜间得到充分修复，白天才有力气动起来。很多长辈为了省钱，买那种普通的白壳南瓜籽回家自己包人磨粉，结果磨出来的粉发白发油，放没几天就产生了异味。真正适合磨粉的是裸仁南瓜籽，也就是市场上说的绿仁南瓜籽。优质的南瓜籽粉磨出来，应该带有一抹淡淡的翠绿或草绿色，这说明里面的叶绿素和锌元素在烘焙过程中没有被破坏。如果买到的粉颜色发白发灰，甚至带有一股香精味，很可能是用劣质原料或淀粉掺假了。另外，千万不要买那些为了好口感而添加了食盐、五香粉或甘草的调味南瓜籽粉，这类产品含钠量偏高，长辈吃了容易引起血压升高。南瓜籽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其中的亚油酸最怕光和热，很多长辈习惯把粉装在透明玻璃罐里，摆在厨房窗台上，这是个大忌。阳光直射1周，里面的营养就几乎全军覆没了。正确的保存方式是用不透光的锡纸袋或棕色玻璃罐密封装好，放入冰箱冷藏室，每次用完全干燥的勺子来取，这样保存半年都不会坏。南瓜籽粉有一股极其浓郁的坚果香气，如果不习惯早晨喝粘稠的冲调饮品，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健康版椒盐来用。晚上炒完青花椰菜、油麦菜或者拌个凉菜时，在出锅装盘之后往菜上撒1平勺南瓜籽粉，拌一拌，菜的余温恰好能把坚果香气激发出来，吃起来香得像撒了碎花生，锌和镁也就自然而然地补进去了。处于严重腹泻或急性肠炎期间的长辈，先暂停食用。高血脂、脂肪肝的患者，每天的用量要严格控制在1小勺大约10克以内。第4种是纯熟黑芝麻粉，它是给肌肉提供后勤保障的隐形功臣。很多长辈常说走2步路，2条腿就沉得像灌了铅。除了肌肉本身流失，这种感觉往往也和气血不足、下肢微循环变差密切相关。黑芝麻里含有丰富的植物性铁质，铁是构成血红蛋白的核心元素，能够协助红细胞携带并运输氧气，为全身肌肉的日常运作提供最基础的能量保障。除此之外，黑芝麻里充足的钙质，能配合镁共同维持肌肉的正常收缩力。很多长辈半夜被小腿抽筋疼醒，那种痛真的很要命，往往正是因为体内钙和镁的比例失调造成的。每天坚持补充黑芝麻粉，能很好的帮助预防这个问题。与此同时，黑芝麻里含有的芝麻素能直接进入肝脏，激活脂肪酸代谢，协助清除体内的有害自由基。去超市看一看，冲调专区里最显眼的往往是一袋袋包装精美的黑芝麻糊。仔细翻开配料表，排在第1位的往往不是黑芝麻，而是大米粉，第2位是白砂糖，黑芝麻通常只能排到第3甚至第4位。喝这种东西
血糖半小时内就会飙升，肌肉没长，肚子上的脂肪先长了一圈。我们要买的是100%纯熟黑芝麻粉，配料表里连食用盐都不应该有，还要特别注意，一定要买磨得足够细腻的粉。黑芝麻表面有一层坚硬的种皮，直接吃整粒芝麻，肠胃根本来不及消化，大部分营养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辨别生粉和熟粉有个简单的方法，抓一小撮粉放在指尖，用力碾一下。真正熟透的黑芝麻粉，因为细胞壁已经破裂，油脂和香气会立刻从粉末里冒出来，指尖会留下浓郁的芝麻香，粉末也会微微粘连在一起。如果粘起来是干干沙沙的感觉，一点油润感都没有，闻着也没有香味，那很可能是生粉或者掺了面粉的假货。另外还有个快速鉴别染色的方法，把少量粉撒在湿纸巾上轻轻按压，如果立刻晕开深黑色的色素，像墨水一样洗都洗不掉，那就是用染色剂做出来的假货，千万不要买。黑芝麻的钙含量虽然很高，但属于植物钙和植物铁，里面含有植酸，单独吸收的效率并不理想。解决方法很简单，在吃黑芝麻粉的时候，顺手吃2瓣橘子或者半个猕猴桃。这些水果里富含的维生素 C 和有机酸，能把黑芝麻里的植物钙和植物铁转化成更容易被肠胃吸收的游离态形式。下午喝1碗纯黑芝麻糊，配个小柑橘，就是一份完美的强筋骨下午茶。有一点要格外留意，不要在喝大豆粉的同一时间喝黑芝麻粉，因为豆类里大量的植酸会明显阻碍黑芝麻里铁质的吸收，两者最好间隔2到3个小时再分开补充。肠胃炎或腹泻期间先暂停食用，需要严格限制钾摄入的慢性肾脏病患者也要尽量少吃。第5种是纯熟藜麦粉，它是肠胃最虚弱的长辈的温和全能修复者。如果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吃面时又容易泛酸胃胀，藜麦粉是目前所有谷物粉里最温和友好的选择之一。在营养学里，判断一种蛋白质是不是优质蛋白，看的是氨基酸的完整程度。通常只有肉、蛋、奶这类动物蛋白才是包含全部必需氨基酸的完全蛋白，绝大多数植物蛋白都有某种氨基酸的天然短板，但藜麦是一个神奇的例外，它完整包含了人体必需的9种氨基酸，在植物界里拥有罕见的完全蛋白质结构。更难得的是，藜麦天然不含麸质，对那些肠胃功能已经变弱的长辈极其温和友好，能毫无负担地帮助肌肉进行自我修复。它还具有高纤维的特点，富含多种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升糖指数也只有35左右，对血糖控制非常有利。网上卖藜麦制品的店家五花八门，长辈们购买时一定要认准2个关键词，一是熟粉，2是标明即冲免煮。很多人买到了生藜麦磨成的面粉，直接用温水冲调，喝起来有一股生土腥味，还容易结块，吃完胃胀不舒服。原因在于生藜麦里含有皂苷和植酸等抗营养因子，必须经过高温膨化或者熟化烘焙处理，才能把这些成分有效破坏掉。建议优先选择用3色藜麦混合磨制的熟粉。很多长辈说自己吃什么都容易胃胀，怀疑是肠胃功能变差了。其实有不少时候，这种长期胃胀是因为对小麦里的麸质产生了慢性不耐受。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把正餐里的面条、馒头和白面包停掉3天，早餐完全换成藜麦粉冲泡。如果3天后发现肚子不长了，胃酸也减少了，那就说明你确实适合这种无麸质的温和谷物。很多华人长辈从小到大都离不开一碗白米粥，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白米粥其实是一碗碳水化合物和水的混合物，几乎不含蛋白质，越喝肌肉流失的越快。如果实在改不掉喝粥的习惯，那就在稀饭盛进碗里，温度降到可以入口的时候，挖进去2平勺藜麦粉，彻底搅拌均匀。藜麦粉不会破坏稀饭原本的顺滑口感，却能瞬间把一碗纯碳水升级成营养更均衡的增肌粥。这是对长辈生活习惯改变最小的养生升级方法。有严重胃溃疡或胃出血病史的长辈，在急性发作期内不要饮用。第6种是纯熟核桃粉，它是对抗肌肉细胞氧化老化的油脂黄金。随着年纪增长，长辈们长肌肉越来越难，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因为蛋白质摄取不足，还因为体内的慢性氧化压力过于严重，导致肌肉细胞加速老化。核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含有极其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种脂肪酸能够协同蛋白质，
帮助改善高龄人群肌肉对氨基酸的吸收与利用效率。再加上核桃里富含的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能协助清除体内有害自由基，对经常感到四肢干瘪、体力虚弱的长辈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对症的食材。去超市买核桃粉，最容易踩的坑是买到核桃燕麦复合粉或者核桃黑芝麻糊这类混合产品。那些袋装速溶核桃粉为了掩盖核桃放久了的油脂味，往往会添加大量香精、白糖和奶精。真正的纯熟核桃粉，配料表里有且只有核桃仁。由于核桃的含油量极高，纯核桃磨出来的粉绝不会是那种干燥沙沙的白色粉末，而是带有一点点湿润感，容易结成小团的浅黄褐色粉末。如果冲水时一冲即化，而且甜腻腻的，那基本可以确定是淀粉和糖的混合物。核桃成分极少，核桃里的脂肪酸极度怕热、怕光、怕空气，一旦接触空气就很容易发生氧化酸败，闻起来会有一股刺鼻的油耗味。买回家开封之后，必须立刻装进完全不透光的密封罐，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室，甚至直接冷冻保存。每次取用时，一定要用干净且完全没有水汽的勺子来挖，并且要在2个月之内吃完。纯核桃粉因为油脂丰富，单独冲泡来喝会觉得有点腻。最聪明的吃法是在早餐吃全麦吐司、杂粮馒头或者燕麦片的时候，把1勺核桃粉当成果酱或拌料调进去。核桃里的优质油脂能协助延缓早餐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稳。同时里面的营养和早餐的鸡蛋、牛奶形成协同效应，起到1+1远大于2的效果。正在严重腹泻或消化不良期间，或者患有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的长辈，必须先暂停食用。高血脂和脂肪肝患者，每天的用量要严格控制在半勺左右，大约8到10克以内。介绍完这6种天然食材，最后要讲讲怎样科学的把它们组合起来用。千万别一股脑全混在一起冲泡，那样只会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这里必须强调一点，这些粉是很好的营养辅助和放大器，但不是替代正餐的主力。老年人因为存在合成抵抗，单餐需要摄入25到30克的高质量蛋白质，才能有效激活肌肉生长信号。单靠1-2勺粉，蛋白质总量远远不够。最聪明的用法是把它们当成配角，加进原本就在吃的牛奶、豆浆、鸡蛋或者正餐的肉类里，用动物蛋白撑起总量，用这些植物粉提供亮氨酸开关和各种微量元素。同时也要记住，肌肉生长的第一信号永远来自适度的力量刺激。每天散散步，做几组靠墙静蹲，或者举小矿泉水瓶练练手臂力量，配合营养补充，肌肉才能真正长得结实耐用。根据长辈们不同的身体痛点，这里整理出5套黄金搭配方案供参考。第1套气血协同方案，适合手脚冰冷、走2步就喘、双腿沉重的人群。做法是早晨用1勺藜麦粉搭配牛奶或鸡蛋一起食用，下午用1勺黑芝麻粉配1个小柑橘。原理是藜麦天然不含植酸，不会阻碍铁的吸收，同时提供结构完整的优质蛋白。下午补充的黑芝麻植物铁与维生素 C 结合，能为全身微循环和肌肉功能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第2套控糖增肌方案，适合血糖偏高但肌肉流失明显的人群。做法是每周1、3、5的早晨，用2勺纯熟黑豆粉拌入无糖豆浆里一起喝，当天下午或晚餐前再吃1勺南瓜籽粉。原理是黑豆是升糖指数极低的代表食材，能延缓早餐碳水的吸收速度。南瓜籽里的镁协助稳定血糖，其中的锌在与黑豆里的亮氨酸协同配合，双重激活肌肉生长信号。第3套温和无痛方案，适合肠胃极虚弱、吃豆类容易胀气，同时有痛风困扰的人群。做法是早晨冲2勺以去除皂苷的纯熟藜麦粉，睡前1小时再吃半勺南瓜籽粉。这套方案完全回避了黑豆粉和黄豆粉。藜麦不属于大豆类，嘌呤低，无麸质，对胃肠极为温和。南瓜籽里的天然镁元素，则在夜间协助放松紧绷的肌肉，促进深度睡眠和修复。第4套强筋健骨方案，适合停经后体力明显下滑、腰膝酸软的女性长辈。做法是每周2、4、6的早晨，用1勺纯熟黄豆粉配1颗水煮蛋，当天下午再吃1勺纯熟黑芝麻粉。骨头和关节不好，肌肉再有力气也施展不出来，
黄豆与鸡蛋之间发生的氨基酸互补效应，能大幅提升整顿早餐的蛋白质利用率。黑芝麻的高钙含量与大豆异黄酮协同作用，共同守护骨骼密度和肌肉健康。第5套抗老守护方案，适合四肢肌肉松弛、皮肤开始干瘪的长辈。做法是在早餐时，把1勺纯熟黑豆粉和半勺纯熟核桃粉一起拌入燕麦粥里食用。黑豆里的亮氨酸负责吹响肌肉合成的号角，核桃里的阿尔法亚麻酸和丰富的维生素 E 则负责提供强效的抗氧化防护，协助保护那些新合成出来的肌肉细胞不被自由基侵蚀破坏。这6种从大自然里磨出来的天然食材，就像是我们日常3餐的营养放大器。变老不等于要向虚弱妥协，我们的肌肉在60岁、70岁甚至80岁之后，依然拥有生长和变得更强壮的潜力。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当天的身体状况，从这6种食材里挑选1到2种，作为正餐肉蛋奶的营养补充。每次只需要1到2平勺，大约10到20克就完全足够，不需要每天去算那些复杂的营养账。轮流挑选着用，再加上日常一点点简单的力量锻炼，坚持几周下来，你完全可以重新找回走路带风、精力充沛的年轻活力。